白羊、处女座4月下旬感情趋势解读。白羊已经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当中去了，因为太在乎对方了，就把自己给搞丢了。那很多时候的话，都是在牺牲自己去迁就对方，就希望能够去得到一个更稳固的这样一个爱。但是我想说的是，宝剑10的逆位一出现啊，我们白羊会觉得说，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对方好像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一个心，然后就是有一种被钉在地下，然后呢无力去挣扎的感觉。所以说白羊也不愿意再去示弱了。白羊座的话本身其实就是挺傲娇的啊，就是嘴硬心软第一名。所以的话，我就算是为你去做了再多，我也不会愿意主动的去跟你说，就装得非常的云淡风轻，很不在意的样子啊。但是我想说，我们白羊这样子其实会搞得自己很累，因为我们白羊的话实际上真的挺痛苦的，很想去维系这段关系，想要去改变一下现状，但是怎么做都不得法的感觉，就好像掉到了这个泥潭当中啊，怎么爬都爬不起来。所以的话就会把自己折腾得特别的累啊，因为没有办法，然后呢就放不下对方嘛。其实白羊座的话是一个比较有担当，但是呢也是比较洒脱的这样一个星座。那遇到对方的话，就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物降一物吧，就是有一种孽缘情深的感觉。甚至我们白羊一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都是自己在自导自演，好像是自己在唱独角戏，感觉对方根本就没有那么的投入。所以说白羊座的话也是很不甘心啊，就总是会想着去回忆两个人的一些过去啊，然后越回忆越疯魔，然后越往那个牛角尖去钻，然后走不出来，越容易去证明对方不爱自己。所以说白羊座的话，现在的话其实也是一边在自我否定，一边又在自我安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种过程真的特别折磨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宝剑5的这样的一个逆位，其实我觉得白羊是有一点就是陷入到瓶颈期的一个感觉，就不管是感情啊，还是说这个工作啊，好像各种方方面面的这个事情都会陷入到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当中。宝剑5的逆位的话，更多的代表着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去发生一些偏差，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按照我们白羊的一个预期去这么去发展。所以说的话，我会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白羊就会很沮丧啊，就是觉得自己好受挫啊。其实对于白羊座来说的话，往往是境随心转啊，就是一段好的顺利的这个爱情是能够去滋养我们白羊的，让白羊去带着这种情感上的一种正向的磁场去收获成功，包括在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那如果说白羊的这个感情出现一些沟沟坎坎的啊，往往白羊的话也就没有心情去提升其他方面了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磁场的问题吧，可能自己觉得自己也是很认真很勤恳，但是呢就是做不好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后面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战车牌，其实战车的话是一张大阿卡纳啊。其实你会发现的话，两个人之间真的是有一种矛盾感啊，就争斗感特别强烈，就是很冲啊，因为战车嘛是在往外去好像去打仗那种。那白羊的话对自己的这种情绪也一直想去做一个伪装，但是呢又不想落在一个下风。那对方的话他也觉得自己一直有在付出啊，然后也一直有在包容啊，所以也不愿意去低头。所以说的话，两个人直接就会有一种就是说这个活结越拉越紧啊，越拉越紧的一种感觉，然后就直接给拽成了一个死结。就现在看起来的话，真的不是特别乐观啊。那包括后面又是一个星币土元素，一个星币7，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就是说白羊已经开始去做自我反思了。那么在这个低谷当中的话，白羊也是收获了一些心得吧，啊，就是有了一些成长，然后也愿意去为爱的人去放下自己的一些面子。但是白羊现在更多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试探吧，然后就是关心一下对方，然后呢去示个好。但是呢，对方如果说一旦没有回应，那其实我们白羊的话就会立刻就收回手了，那就很怕自己这个感情呢没抓住，面子呢也直接丢掉了。其实就像钱钟书钱先生啊他说的一样，就是明明就是说这个明朝记前路啊，但是要吸取此时心，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白羊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纠结一些面子的问题，你就跟随本心好了，勇敢一点啊，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毕竟很多时机，我觉得一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来了。那对方能够去珍惜我们白羊这份勇气吗？或者说对方真的能够去珍惜我们白羊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吗？我们接着往后看啊。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对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愚人牌逆位了嘛。其实白羊和对方之间的这种态度已经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歧。白羊只是说这个嘴硬啊，但是心里面的话，其实也会觉得说两个人的话都努力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对方的话，就是表面上呢还是挺平静的，挺温和的。但其实大阿卡纳逆位啊，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在这个感情当中，对方他的心已经死了。不是说他觉得白羊啊就是不好，我觉得恰恰相反，他
他其实挺认可我们白羊的，就是认可我们白羊这个人，包括白羊的话为他做的这样一些付出，其实他都知道，他也有感受到。但是呢，他就觉得我心里是很感动的。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他会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缘分还是不够。就有一种情深缘浅的感觉，他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这种人就不太会去强求。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白羊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会比较累因为对方的话，他不是一个会努力的一个性格，即使是说他喜欢白羊，他也不愿意去向我们白羊去奔赴。所以说白羊的话也是比较的委屈就觉得在这个感情里面的话，我已经向你走了99步了，你现在连1步你也不愿意去走过来，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也不怪我们白羊就是两个人的这种观念和性格的一个差异会是真的蛮多的。后面的话又是一个大阿卡纳，一个魔术师其实这个关系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欺骗或者说隐瞒在。那最初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对方的心情，所以呢就没有说出口嘛。那到后面可能就是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说出口了。其实的话，我觉得魔术师的一个出现的话，说明被隐瞒的一方的话，其实已经是有所察觉了。所以说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信任感也有点就说倾塌的感觉。但两个人的话，其实都没有勇气去挑明，所以说也会觉得很憋闷很痛苦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我们白羊的话还没有去选择离开呢？就说已经这个情况，我们白羊为什么还不想要放手呢？其实，在后面我觉得这个圣杯2可能会给到一个答案。首先，数字2代表我们白羊的话蛮纠结的，就是心里好像有一个小人在打架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白羊平时就是会比较的波动吧，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嘴比脑子快的感觉，就是嘴上呢总是话先说出去了，其实脑子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的话，明显感觉我们白羊想的很多。那圣杯水元素嘛，很明显就是在意因为喜欢，所以呢就会想很多，就会考虑的比较的周全。包括圣杯2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暗示着一种平等和交流嘛。其实我们白羊的话很渴望去了解到对方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对方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就是那种只要你就是不拉黑不删除我，即使说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可能就是说待定我也愿意去等我愿意去等一等就不要一下子的话就直接给我判死刑了那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宝剑8的逆位，其实我觉得白羊自己把自己给圈进在这个关系里了。那看上去的话，可能很冷漠、很镇定但实际上的话，白羊很希望对方能够来救赎自己，就是不是说我身边没有别的选择，也不是说呢我自己的话没有能力去找到一个突破口走出来，只是我们白羊的话自己就是主观的不愿意走出来。白羊会觉得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也是希望他能够亲自来给到我一个答案。其实说来说去的话，真的白羊最在意的话还是对方的一个态度而已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关系的话，就说两个人就说未来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感情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宝剑骑士逆位出现了嘛。宝剑风元素的话会暗示说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那就说这种联系可能会有所回暖，而且又是一个骑士牌，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吧，两个人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或者说同事，或者就是说这个家人会充当着一个就是纽带。但是我想说，这样的一个逆位的骑士牌的话，这种联系和传达的影响，它不一定是正向的，可能有好有坏。虽然说加强了两个人的沟通，但是这种传达可能也会去带来一些误会，包括中间的话也会掺杂着一些不看好的一些声音一些其他异性的一个干预所以说真的是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挑战吧，就要看两个人怎么去正确的对待和处理了。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圣杯8逆位其实我觉得对方他也是一个很被动，然后呢就是很沉湎在过去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会觉得就是说白羊好像不够理解他，那他的话也不想去跟白羊去解释了。圣杯水元素的话，其实他对我们白羊的这种感情一直都在，只不过呢圣杯8就是代表着他会觉得心里好像有那么多的缺口，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空两个人之间好像始终就差了一点什么，很难真的去走到最后。所以的话他也是想及时止损吧，所以就会去做一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了那么综合整个牌面包括目前就是我自己有接触过的一些案例我觉得在恋爱关系当中爱情关系里面最可怕的不是反目成仇，也不是什么相忘于江湖，而是说呢两个人互相挂念又后会无期，就是那种意难平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最锥心噬骨的滋味经历过的人真的都懂。所以说遇见了想要停泊的港湾，我们真的可以勇敢的去试着停靠那以上的话，白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先说到这边，希望能够真的对你有所帮助
侍女座心里很憋屈啊，可能和对方没有深层次的沟通。那这边我们看到太阳牌出现逆位的时候，其实侍女内心积压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和不满，所以其实我们侍女有很多话想说啊，就是想去告诉对方，就说但是好像又说不出口。包括后面一个宝剑八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侍女在这样的一段感情里面的话，就是明明知道和这个人不太可能了，然后的话也知道两个人好像就是没有未来了，但是我们侍女其实自己的话就是把自己给困在这边，甚至的话我们侍女的话其实会非常的狼狈啊，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就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然后的话其实也没有想过会去爱上这么一个人吧，所以其实我们侍女座现在会有点后悔，然后的话会有点后悔和这个人相遇。其实的话，侍女在这样的一个感情里面的话，真的会觉得这个人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然后的话也可能是我们侍女就发现的比较晚了。那侍女座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感情，我觉得仍然是有一些不甘心的，因为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宝剑手牌的这样的一个逆位。其实宝剑手牌原本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侍女很想去突破自己，让自己去释怀这份感情，让自己去忘掉这段关系，但是显然实际去做的时候又很难了，所以出现一个倒置位啊。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感情当中两个人的一些想法跟表现。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圣杯侍从啊，其实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侍女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其实对方他不是一个单身的一个情况，可能莫名其妙我们侍女就被小三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牌面来看的话，我更多的会觉得就说我们的侍女啊，在捍卫自己的一个主权，就是很想要一个说法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侍女的话，真的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有一种想追逐又不敢追逐，或者说不敢去，比如说不敢去要一个答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的话，侍女面对感情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明明都知道了自己好像是被牵着走的，但是呢却是无能为力的。那对方的话出现了一个权杖二嘛，其实我觉得对方真的挺矛盾的啊，就跟这个人一样啊，2号数字嘛，选择感，所以他站在这边，他有一些自责感，然后在这个感情里面也是有明显的一种就是家庭的一种阻碍感啊，甚至他会认为和侍女是属于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包括从这样的一个权杖二来说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和侍女两个人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让侍女真的平静下来，也无法去安抚我们侍女，其实会有一点情绪嘛，所以就导致他好像就真的引火烧身了。所以其实他自己的话也是很麻烦的一个状态啊。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圣杯五，其实为什么他迟迟的不肯说，不肯跟我们侍女去做一个解释，或者说，再去跟我们侍女好好的去沟通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他对侍女的话，就说一种不稳定的情绪，其实他是非常就是没有法子的，就是他也没有信心，他觉得他处理不了，所以其实他对侍女也觉得是失望的。当然了，他很怀念和我们侍女在一起的一些美好的时光啊，也觉得和侍女座在一起呢，真的还觉得挺好的，哎呀，非常的暖。然后的话，好像在一起曾经也是幸福过的，但是呢，他却是头也不回的，比如说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他不想去回头啊，因为他就是觉得好像多看侍女一眼，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侍女座情绪不稳定了，他觉得他把握不住。其实他也是在看了之后会难过，然后的话也不想看，所以的话其实也算得上是一种逃避吧，就是逃避感情啊，不想真的去面对。当然了，如果说他不选择逃避，就算他和我们侍女继续在一起，其实他也知道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也是比较岌岌可危的，也是挺难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就是不可能有一个长久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侍女座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就是看起来阴晴不定，甚至看起来的话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就是不能够见光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整个这个感情未来的一个就说发展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这边的话，星币手牌出现了一个逆位，前面的话太阳牌逆位，这边又是星币手牌逆位。前面的话太阳牌逆位可能是情绪化啊，这样的一个主导啊会比较严重。在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好像就是很多时候会因为这个由爱生恨啊，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包括前面也有侍从牌嘛，我觉得我们侍女的话可能也是在慢慢的接受了这段关系的一个现状吧。所以尽管啊这是一个多方的一个关系，在这边我们侍女仍然愿意啊去付出一个真心，也愿意去掏心掏肺的对这个人好，或者说爱这个人。那反而呢，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就不坚定了啊，他迟迟没有办法去下定一个决心，因为有的时候的话，他会觉得我们侍女不可
可信啊，就不稳定的因素啊太多了，就导致呢，其实他这个逆位的星币手牌代表什么呢？他迟迟不肯给我们侍女一个承诺，而且呢，也是代表着他对这样的一个感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啊，也缺乏了这种信任感嘛。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你也会发现啊，永远没有办法啊，说是两个人能够1对1的好好的重新开始，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见面啊，或者说就是沟通啊，就是一去见面一去沟通，好像就容易出现一种障碍感，导致对方他对这个感情也就是信心不足，然后呢，就是觉得好像提不上劲儿。而我们侍女的话也比较容易情绪化，大概也就是因为太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呢，自然会就是说有情绪化的一些表现了啊。但是的话，我觉得侍女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啊，不被认可的。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好像总是想方设法的来找一些啊对方不爱自己的证据啊，然后呢又会很失望，然后呢在这个失望之后的话，又会继续的想要再给自己多点勇气，然后又继续失望。所以后面高塔牌一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是自己去提一个分开啊，那可能就是不想给别人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然后也不想就是说去给别人去添堵添麻烦。其实我们侍女根本就不想分开，但是可能这个分开的话，也更多的是一种负气的时候啊，一生气就说离开，一生气呢就说我们这个感情结束了。其实有些话说出口之后的话，就再也回不去了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侍女座的话，其实想要对方的一种反应，或者说对方的一个态度，那这个人的话，他基本上仍然是给不了啊。那么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权杖3啊，其实我觉得代表什么呢？一种犹豫再三之后，还是会选择让自己重新开始。所以对方的话，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更多的是有一种爆发，或者说代表着一种爱而不得的状态，就以此可能会形成一种威胁吧，会有这样的一种负面的一种情绪，自己可能真的要压制一下了。那这个人的话，其实他会一如既往的在这个感情当中，很明显的啊，他已经就是有点下头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上心了哈，因为他也已经在恢复理智当中啊，觉得这个感情的话，好像大家都是成年人，所以的话要学会为自己的一些行为去负责。所以其实怎么讲呢？现在的话，他可能能够逃脱这份感情的话，其实也会有纠结，也会有难过吧，但是更多的好像是这个人已经是清醒了，就没有那么的受我们侍女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掌控了，或者说执念也没有那么深啊。因为权杖3的话，代表着他可能会为我们侍女停留一下，但最终他想要去获得一个新生，而这样的一种比较畸形的一种恋爱的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的话会导致他觉得这个呢是不对的，所以可能就是会想要去放手，才会说对两个人更好吧。那这边的话，我想送给我们侍女一句话啊，解决失望和不甘心的方法就是停止期待，也停止自己那种无条件的付出。那么当你把自己去收敛和保护好之后，你会发现内心的平衡也就慢慢的去找回来了。所以说侍女座的话，最应该投资的人就是你自己啊。那整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牌面，我就先说到这边，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